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8月9號，歡迎收睇今日泰國。今日本地新聞包括有：泰國已推外來收入免稅法，刺激資金回流；馬來西亞遊客曼谷遇襲被縱火；芭提雅兩宗涉及華人犯案件；火車出軌翻側；泰柬寨邊境問題更新等等。而家立即為大家報道。泰國稅務局正加快推行一項新法例，計劃喺今年內為泰國居民嘅外來收入提供免稅優惠。稅務局局長 Pinsai Suraswati 表示，法例將容許泰國個人喺收入產生後2年內將外來收入帶返泰國，而無需繳交個人所得稅。佢補充，具體細節仍喺財政部內討論中，一旦今年頒布，有機會追溯適用。據估計，泰國個人合共擁有大約2萬億銖外來收入，如果能引入國內，將有助刺激經濟。新措施旨在鼓勵外來資金回流，帶動本地投資及消費。目前泰國個人所得稅採用累進稅率，介乎5%至35%。由於海外投資回報較本地吸引，唔少人選擇喺海外投資，但因稅務考慮而避免將利潤帶返泰國。今年6月17日，內閣已批准財政部建議，對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期間出售數碼資產或加密貨幣所得嘅資本利得，免徵個人所得稅。相關部門規例正等待刊登，皇家公報後生效。稅務局現行對外來收入徵稅採用稅務居民規則，即1年內喺泰國居住180日或以上嘅個人，需要就所有收入繳稅，包括本地及海外收入。對比而言，外國人只要1年內喺泰國逗留超過180日，理論上同樣需要就其海外收入繳稅。而新法例嘅免稅措施主要針對泰國人，外籍人士並唔適用。2024年以前，納稅人可透過安排收入入境時間減稅，例如2020年賺取嘅外來收入，如果延至2021年先帶入泰國，當時係唔使交稅。但自2024年起，新規例要求無論收入何時帶入國內，都需要繳稅。2名馬來西亞遊客喺曼谷嘅 Ratchatham 路遇襲，被一名失業男子用易燃液體淋身縱火，受咗重傷。呢件事發生喺8月7日星期四晚上，震驚當地。事發喺星期四晚大約10點，當時2名遊客，26歲嘅男子安同埋27歲嘅女子鏡，正坐喺一間購物中心附近嘅梯級。一名疑犯突然從佢哋身後淋潑稀釋劑，然後點火，導致佢哋嚴重燒傷。馬來西亞駐泰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班 YKG 透露，佢已經探望過傷者。2名傷者嘅情況都係危殆但穩定。男子安被送入警察總醫院嘅深切治療部，背部同埋上半身都受到2級燒傷，傷勢雖然嚴重，但冇生命危險。而女子鏡即喺朱拉隆功國王紀念醫院接受治療，佢受到36%嘅2級燒傷，目前情況穩定，意識清醒。倫披尼警署嘅警司 Paul Kalyinjo Suwano 表示，疑犯係一名30歲來自沙繳府嘅失業男子。據報佢因為失業而情緒失控，所以發動襲擊。疑犯事後想逃離現場，但被附近嘅民眾制服咗，現時扣留喺倫披尼警署。警方正繼續調查佢嘅犯案動機，並計劃喺2名受害者情況穩定之後，錄取佢哋嘅口供。泰國春武里府芭提雅，一名持中國國籍嘅男子周5凌晨攜槍進入便利店，與警方對峙2小時後被拘捕。事件發生喺凌晨約12點15分。警方接報，只有外籍男子帶槍進入位於鐵柏西巷8入口處嘅便利店。警員同旅遊警察到場後，發現有大批小販同圍觀市民聚集，隨即疏散人群並封鎖現場。經翻譯協助談判2個多鐘後，疑犯35歲嘅張瑞原籍韓國，持中國國籍，最終和平投降，從店後方雙手高舉步出。警方在現場檢獲一支改裝 Black 19手槍，可發射380毫米子彈。便利店職員表示，張瑞進入店內時情緒激動，聲稱自己被其他中國人追殺，並只有另一名中國男子尾隨。之後佢走到店後方，職員見到佢持槍後，即時逃離並報警。芭提雅警察局局長 Anik Shazanju 上校表示，張瑞已被拘留問話。調查人員懷疑案件或與電信詐騙集團有關。因為事件與早前一宗韓籍男子被中國人領導嘅詐騙團伙追捕案相似。
本週三，警方曾突擊搜查邦埃蒙一幢大樓，拘捕8名涉嫌毆打南韓男子嘅韓中籍電詐團夥成員。泰國警方週三晚突擊搜查芭提雅一幢泳池別墅，拘捕5名中國籍人士，涉嫌經營色情直播平台。被捕者包括3男48至53歲及2女24、26歲，當場被發現正進行直播表演。警方指該平台面向中國觀眾，訂閱者除咗可以付費觀看，仲可以額外付費要求表演者做指定動作。行動中檢獲情趣用品、避孕套、攝錄機、手機及其他直播器材。全部疑犯已被押往懷亞警局，並以營利製作及散播網上色情內容罪名起訴。曼谷空沙灣區一間非法大麻食品製作店遭警方突擊搜查，檢獲約90萬株嘅大麻軟糖同曲奇。行動源於今年7月初，一名2歲女童食用懷疑含大麻嘅軟糖後出現嗜睡，被送院證實係大麻中毒。警方週四喺邦珍分區一間3層樓民宅拘捕22歲男子實鐵範，佢負責現場種植同管理大麻。屋外設有種植大麻花嘅空間，浴室則用嚟製作大麻軟糖同曲奇，全部無牌經營，亦唔符合衛生標準。警方檢獲230粒大麻軟糖、162塊大麻曲奇、3.5公斤乾大麻花同54棵大麻植株。疑犯承認經營約2年，現已被控違反食品法及泰國傳統醫藥智慧保護與促進法。所有檢獲物品將交醫學科學部檢測，如發現其他受管制物質，將加控罪名。今日8月9日清晨大約5點鐘，一列由泰國南面聖記卡勒開往曼谷嘅38號列車喺普拉朱安府叉曲利府區嘅 Kueburi 火車站附近發生咗脫軌事故，造成多名乘客受傷。據報道，列車有3卡車廂出軌，令到乘客陷入恐慌同混亂。事發後，救援隊同相關部門迅速趕到現場提供協助。初步確認有幾位乘客受傷，但詳細嘅傷者人數仲有待進一步統計。目前救援人員只係成功進入咗1050號車廂，另外2卡車廂仲未能夠進入，預計入面可能仲有乘客被困。泰國國家鐵路局發出最新通告，指救援隊正全力搶救傷者，並將佢哋送往醫院。未有受傷嘅乘客會安排轉乘巴士，而冇出軌嘅車廂就重新組合，繼續駛往終點站。受事故影響，南部線嘅火車服務出現延誤，但仍然維持正常運作。如果想知道更多資訊，乘客可以打去顧客服務熱線1690查詢。泰國與柬埔寨喺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嘅特別邊境委員會會議上，達成並簽署一份13點停火協議，以緩解邊境緊張局勢。會議歷時3日，由泰國副防長兼代理防長納特范上將及柬埔寨防長 T4 克上將率團出席，並有中國、美國及作為東盟輪值主席國嘅馬來西亞派員觀察。協議包括全面無條件停火、保障平民安全、凍結軍隊增援同調動、協助撤離流離失所者、成立雙邊快速協調小組，以及承諾避免挑釁、違約或越界行動。雙方希望協議能帶來持久和平與穩定，令邊境居民恢復正常生活。防長們亦同意允許東盟觀察員檢視爭議地區，以確保7月28日停火後唔會再爆發衝突。今次衝突係10多年來最嚴重嘅邊境戰，持續5日，涉及炮擊同戰機空襲，造成至少43人死亡，超過30萬人流離失所。泰柬將於2星期後再度會談，1個月後再開會，繼續推進和平進程。泰國同柬埔寨兩國嘅邊境聯合委員會達成停火協議之後，素林府嘅居民喺8月8日開始從臨時庇護中心返屋企，有居民將家當搬上車，準備返到自己嘅村莊。不過，目前居民只可以返回被認為安全嘅地區。有啲鄰近衝突區嘅村莊，例如 Phanom Dong Rat 區嘅 Banong Kena 同白地分區，仍然限制居民進入。呢啲地區靠近探冤探同塔塊寺廟，由於現場仲清理緊未爆炸嘅炮彈，加上安全情況仍然唔穩定，所以暫時仲係封鎖緊。儘管達成咗停火協議，唔少村民都表示擔憂，因為佢哋記得柬埔寨過去曾經違反過協議，導致佢哋需要反覆疏散。有村民擔心局勢可能會再次升級，引發新一輪嘅衝突。雖然泰國與柬埔寨已經達成停火協議，但達叻府嘅旅遊業者對前景仍然充滿憂慮，特別係以風光聞名嘅象島。
由於邊境衝突帶嚟嘅不穩定感，嚇怕咗好多遊客，令到當地嘅旅遊業陷入困境。有業者擔心呢個情況會持續到年底嘅旅遊旺季。今次衝突之前，達叻府嘅旅遊業相當蓬勃，象島、狗骨島同馬克島都係熱門嘅旅遊目的地。然而，自從7月下旬衝突爆發，部分地區甚至宣布戒嚴，嚴重衝擊咗當地旅遊業。儘管旅遊業者多番強調旅遊區安全，但遊客預訂仍然大幅減少。酒店業者薩什孟坎指出，由於兩國政治局勢不明朗，業界信心不足。更嚴重嘅係，依賴柬埔寨工人嘅服務業同建築業面臨嚴重嘅勞工短缺，因為工人因擔心家人安危而返鄉。Chaichut Resort 經理 Pointep Sundarajit 透露，衝突開始後，象島嘅旅遊氣氛變得冷清，特別係企業團體嘅預訂幾乎全部取消。佢表示，儘管度假村努力安撫客戶，但訂單仍然暴跌咗近90%。Pointep 呼籲政府能夠向受影響嘅業者提供援助，例如減低銀行貸款嘅利率，或者延長還款期限。佢擔心，如果情況持續到年尾嘅旅遊旺季，將會對整個旅遊產業造成難以彌補嘅巨大損失。泰國環披區加速辦公室宣布，喺北欖府環披區嘅病 TLA 區實施為期1個月嘅狂犬病控制區，由即日起至9月4號為止。呢個措施係根據2015年動物傳染病法制定，目的係控制同預防狂犬病傳播。喺呢個指定範圍內，狂犬病被視為一種影響貓狗嘅傳染病，因此嚴格禁止任何人士將貓狗或者佢哋嘅屍體帶入、帶出、經過或者喺區內移動，除非得到負責嘅地區獸醫發出嘅書面批准，否則所有貓狗嘅移動都係違法嘅。呢個命令嘅生效日期係由2025年8月5號開始，直到9月4號為止。當局呼籲區內居民配合措施，以保障公眾同動物嘅健康安全。泰國一間頂級藝術畫廊表示，因為受到來自中國嘅壓力，喺一個關於威權政府嘅展覽中移走咗部分同中國對待少數民族及香港問題相關嘅藝術品。有策展人同睇過路透社嘅內部通訊都證實咗呢件事。呢次展覽名為 Constellation of Complicity: Visualizing the Global Machinery of Authoritarian Solidarity 串謀的星座，威權團結的全球機制可視化。展覽嘅共同策展人，一名叫做晒嘅緬甸藝術家表示，喺7月24號展覽開幕後3日，中國大使館嘅工作人員喺曼谷市政府官員陪同下入咗展覽現場，並要求關閉展覽。晒話喺路透社睇過嘅一封7月30日電郵中，畫廊提到，由於來自中國大使館嘅壓力，透過外交部同主要資助方曼谷市政府傳達，我哋收到警告話呢個展覽可能會造成泰國同中國之間嘅外交緊張。電郵中仲講，畫廊別無選擇，只能作出某啲調整，包括遮蓋咗香港、西藏同埋維吾爾族藝術家嘅名字。幾日後，中國大使館再次要求移除更多作品。路透社記者喺星期4到訪時，發現部分之前宣傳同影過相嘅作品已經被移除，包括一名西藏藝術家嘅多媒體裝置，而其他作品亦被修改，當中香港、西藏同維吾爾嘅字眼，連同藝術家嘅名字都被塗改咗。對於事件，中國駐曼谷大使館、北京外交部同泰國外交部都冇回應路透社嘅多次查詢。曼谷市政府將問題轉介俾畫廊，但畫廊亦冇回覆電郵。展覽現場嘅畫廊代表表示，團隊已同意唔就事件發表任何評論。泰國喺今年曾經將40名維吾爾族人遣返中國，引發聯合國專家警告佢哋可能面臨酷刑。而中國一直否認對維吾爾族人有任何虐待。晒指出，被移除嘅作品包括西藏同維吾爾旗幟，同埋印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明信片等。佢認為呢件事係可悲嘅諷刺，一個關於威團合作嘅展覽，竟然會喺威團壓力下被審查。佢仲話，泰國一直係異議人士嘅避難所。呢次事件向所有喺呢個地區流亡嘅藝術家同行動者發出咗一個令人不安嘅信號。今次曼谷嘅展覽亦有嚟自新疆、俄羅斯、伊朗同敘利亞嘅流亡藝術家作品。有權利組織表示，北京對海外批評者實施咗一套複雜嘅騷擾手段，呢啲手段經常延伸到藝術界，不過北京否認有關指控。泰國氣象局預測8月10日至15日季風槽增強，
全國將有更多降雨，部分地區或有特大暴雨。安達曼海及泰國灣風浪加劇，船隻需避免在雷雨區附近航行並加強安全措施。以上就係今日泰國嘅新聞。如果你想持續緊貼泰國最新局勢，記得訂閱頻道、like 同 share 影片支持我哋。你亦可以考慮加入頻道會員，又或者喺 Patreon 支持我哋，幫助我哋製作更多高質內容。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